此外，许多极风雅的人真是穷得借贷无门，三餐都无着落。我因此想到雅极避俗。反过来说，许多目不识丁、囤积发财的暴发户以及一般汉奸反而雅起来了。他们不但把房屋装置得像舞台上的宫殿一般，而且大买其书画。虽然他们不懂得选择，但是画必求唐伯虎，字必求文天祥，因为他们的肚子里只知三笑中的主角唐伯虎和话剧中的文天祥。但是唐伯虎的画哪里弄得到真迹，文天祥的字更是妙不可得，因此有许多书画匠专门制造假货，以供这般人的需要。我因此想到，天下是物极必反，真所谓俗极必雅了。市民读报反面推测日军空袭珍珠港，美战舰被击中。这时上海的报纸只有清一色的伪报，所有的新闻都是一面倒的日军胜利消息。但市民读报已经养成一个习惯，对每段消息都从反面来推测。譬如说，海军元帅山本五十六，久久不见他的名字在报上刊出，大家都推测他已经阵亡，后来证实却是事实。又如日军组织神风特工队，这种特工人员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，驾了一架小型的神风机，带着炸弹撞击美国军舰。这种飞机所装的汽油只供单程飞出去，而没有余油飞回来。报纸上就今天发表击沉美军舰几艘，明天又发表撞沉几艘，市民就从反面推测日本正式战斗机已毁灭殆尽。这时美军军舰已接近日本本土边缘了。果然，又隔了若干天，有所谓大日本妇女救国会在东京及其他各地参加绝壕工作。从这段新闻中，大家就推测到美军将攻日本本土，当兵的男子以不夫之配，只得出动妇女来负担这项工作。像这类的反面读报法，事后证实竟是10古9中。但是由后方重庆来的消息，都是由跑屯溪走单帮的人带过来的，消息越来越可怕。甚至说日军已打过贵州独山，国军和老百姓成百万人由钱柜铁路撤退，火车连车顶上都挤满了人，每过一座桥必有数百人死亡，许多人把自己的骨肉都抛在荒野间。他们还带来重庆出的书报，纸张粗糙的比旧时的草纸，册纸还薄还黑。有一本书叫做《中国之命运》，大家抢着要看，但是只要4、5个人看过后，这本书就会变成纸迷一般，所以看的人必须轻轻地翻阅，到后来用蜡纸糊裱起来，互相传观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若干有识之士，抗战必胜和建国必成的信念也不免有些动摇。晴天霹雳广岛被炸，日本人当时在上海还出版了2张日文报，一张是《日日新闻》上海版，一张是《每日新闻》华中版，但是中国人都无法买到。我有一个亲戚任职北四川路邮政总局，这个邮政局周围都是日本居民，贴邻就是新亚大饭店。该饭店抗战时期改为日军总部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机关所在地。我的亲戚因职务上的方便，常见日本人把《日日新闻》和《每日新闻》寄往日军占领区的前方，因此他常常留下1、2份不带寄的，到了晚间回家时，经过我家，喜欢呷一杯酒，并把这种报纸给我看。那时的日本文字不像现在全用片假名，几乎有3/5是中国字，即使不懂日文，单看3/5的中文也可以连串起来，
从中读到大体的内容。记得民国34年1945年8月7日的报纸记载了8月6日苞米在广岛投下了一种猛烈性的地毡弹，死亡人数无算。按所谓苞米的米字，就是指美国而言。所谓地毡弹，在发表新闻的那天还不知道是原子弹，到了后来才知道原子弹的名目。这张报纸和平日大有不同，他们把广岛被炸的消息登得特别大，而死亡人数的估计要达到50-60万。后来证明死亡人数是20多万。我看到这个消息，就想到普通炸弹炸死1万人都很少见，何以这次轰炸一下子会死几十万人？到了晚上，朋友们纷纷打电话来说，日本吃了一个原子弹。这是他们偷听短波无线电得来的消息。我搁了电话，再想打出去探听，电话已经不通，因为大家都在打电话，纷纷传递消息。但人们还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东西，以及它对战事有怎样大的影响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原子弹的名称。